美国敢这么做，就准备好断交吧！俄外交部给中国上了一课。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肖玉华，欢迎收看运华观点。今天我们来聊聊俄外交部强硬表态，俄美断交只差一步，强硬态度给中国很大启示。打今年3月份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俄罗斯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制裁。虽然说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些制裁确实让俄罗斯承受了不小的打击，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这些制裁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弱了。尽管美国铁了心的想把俄罗斯置于死地，可美国当下能对俄罗斯打的牌也不多了。于是不少美国政客开始动起了歪主意，试图把俄罗斯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之中。对此，泽连斯基第一时间就站出来了，表示强烈的支持。至此，美俄双方新一轮的外交博弈正式开始了。对于美国人的这一想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赫罗娃在近日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展现出了强硬态度，直接表明俄美断交当前只差最后一步。如果美国真的敢这么做，那就准备好断交吧。说实在的，美国能对俄罗斯制裁的领域已经制裁了一个遍，把俄罗斯纳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其实不会改变任何的事情。但不改变并不代表美国就能因此而编造事实。俄罗斯是支持恐怖国家吗？显然不是。美国现在却妄图将俄罗斯打上支持恐怖主义的标签，这种指鹿为马的行为不惹恼俄罗斯才怪呢。虽然说对俄罗斯而言，西方制裁的程度要比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制裁多得多，可是这些制裁不但没有让俄罗斯窒息，反而让能源出口量增加了不少。就算美国把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那也无法对俄罗斯造成什么利益上的损害。可一旦安上了这个罪名，那么俄罗斯就背上了一层骂名，这是俄罗斯外交部无法容忍的。说实在的，这种强硬态度给中国上了生动的一课。中国完全可以效仿，比如说佩洛西访台，当时我们也可以警告拜登说，只要佩洛西来了，那就中美断交。如此一来，就算拜登与佩洛西的分歧越来越大，那也能达成一致吧。除非佩洛西真想让中美因为他而大打出手，但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并没有采取强硬的外交态度，而是以切香肠的方式来进一步获取了对台的掌控。从官方公布的几个演习点位来看，我们也不难看出，要么是高价值的登陆地点，要么是重要的军事港口。一旦发生冲突，那就能够对封锁整个台海，不但可以确保子弟兵的安全，还可以断了外部势力干预其中的想法。可这样做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看出后续的影响。我们就是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硬杠美国的一面，只有如此才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形成重重的一击。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